女孩还不知自己暗恋的大叔竟是个变态杀人魔，甚至为了寻求安慰，还将早晨目睹的人体雕塑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。但她哪里知道，那个雕塑正是出自这个男人之手。下班后，她还缠着大叔要共进晚餐，哪怕遭到拒绝，捡回一条命也不死心，甚至开始哼唱对方喜欢的歌曲，结果导致大叔的眼睛突然开始刺痛。与此同时，远在郊区的一个独眼男通过早已缺失的右眼看到了凶手眼前的一切，甚至连工作地点也一目了然。为了找回自己被偷走的眼球，男人只能来到广场前守株待兔。虽然他不知大叔长什么样，但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让他等到了那个女孩。不过他右眼可怖的空洞瞬间让女孩心生恐惧，赶忙便要逃离这里，哪怕被男人强行叫住，她也是一问三不知。但她只要对大叔不死心，独眼男便能轻而易举获得凶手的视野。所以当天中午女孩主动找大叔吃饭时，他便再次获得了凶手的视野，而且这次的信息十分丰富，不但看到了那个女孩，甚至还看到了店铺的名字。来不及多想，他赶忙开始寻找，最终在拐角处找到了那家店铺。就这样，二人再次擦肩而过，女孩对面的位置也早已空空如也。他赶忙上前询问之前坐在这里的人是谁，但此刻他早已被他们当成跟踪狂，所以他依旧没有打听出半点消息。不过今天正好是圣诞节，女孩为了能与大叔的关系更进一步，当天晚上她便主动羊入虎口，只身来到大叔的家里。모델하우스보다 더 깨끗한 것 같네요. 너도 깨끗하게 하고 와볼래? 大叔竟也是性情中人，这让女孩深感诧异，但机不可失，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走进洗手间，清洁罗上。画面一转，独眼男找到星宫占卜师，向他询问凶手视野看到的 P 型图。 그건 명왕성이고요. 再结合3起雕塑案发的时间，当即推断出凶手的下一次作案时间。 12월 25일. 크리스마스에도요. 与此同时，女孩心满意足地走出卧室，悄悄地来到干净森冷的客厅。她本意是想多了解自己未来的老公，但却在无意间走进了大叔的画室。里面不但有各色各样的艺术品，还有一本标有 P 型的画本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竟全是各种雕塑画像和古怪的文字，其中便有前3次雕塑案的原型。这个发现让女孩瞬间汗毛炸起，但还没等她继续往后看，一个声音突然传来。第二天，晨跑的小狗突然狂吠地向荒野中跑去，这里赫然陈列着第4座人体雕塑。不过随着镜头的拉近，这次的雕塑却是个老妇人，并不是年轻的女孩。但这边的报道很快就遍布大街小巷，正在公交车上的女孩也看到了报道，再联想到昨晚看到的画本也有一模一样的图案，女孩瞬间感到后脊发凉。不过恋爱中的女孩智商终究会大打折扣，所以她不但没报警，反而想找大叔当面对质。但她也不是完全没有智商，至少她还提前找了一个男同事，让他在边上等着以备不测。但她还是低估了大叔的战斗力，先是突然的电话暴露了男同事的位置，再是自己被大叔一招解决。就算男同事冲上来想与之搏斗，实力差距却太过悬殊，结果他连1分钟都没撑到，便被大叔按到天台边缘摇摇欲坠。但就在这时，女孩的手机突然响起，熟悉的歌曲再度让大叔右眼开始刺痛，男同事趁机逃过一劫。与此同时，独眼男也再度获得凶手的视野，不但得知凶手此刻正在天台，还看到男同事在拼死反击。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再大的意外终究只是徒劳。就算独眼男想上天台救人，但眼中的刺痛和混乱的画面让他根本无法前进分毫，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男同事被推下高楼。那边结束了战斗，女孩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。 네 눈에 생기가 도는 걸 처음 봐. 예쁘다. 听到这话，女孩还以为能逃过一劫，当即便向凶手描述昨晚在一起时的温柔，希望能唤起对方心中的一点怜悯，但这根本不可能发生。亲眼目睹2起凶杀案却无能为力，这让独眼男深感自责，而凶手的视野也在铃声停止的瞬间消失。 설마 이 노래 때문에?